各位，很多人开始想要修行，希望能借此找到内心的平静。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有的人因为太渴望解脱，不小心就把修行当成了逃避现实的避风港。他们甚至会以为，只要每天念10000遍经，敲断100个木鱼，或者跑到深山里打坐，就能把俗世的烦恼全抛到脑后。甚至有些人走偏了，希望能求神问卜，看看下一期的大乐透号码是多少，想着打个坐就能灵魂出窍，飞天遁地。不要傻了，人生不是在拍武侠片，更不是在演神仙。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修行呢？其实修就是修理，行就是我们的行为，加在一起就是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再讲白一点，就是修理我们这副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身体，修理我们那张因为太替家人操心而忍不住爱抱怨的嘴巴，还有修理我们那些因为受了委屈扛了太多压力而动不动就发火的脾气。不管诸位是信佛的修道的，你最终的目的如果不能把你心里的那把火给降下来，如果不能让你周围的人觉得跟你相处起来如沐春风，那我告诉你，你哪怕一天念10000遍经，敲断了100个木鱼，你也只是个人肉录音机罢了。真正的修行是一场把你身上这几十年攒下来的坏毛病、烂脾气强行扭转过来的生死大战。今天我想借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大宗师南怀瑾老先生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深入聊聊。我们来看看真正的修行到底是一个什么脱胎换骨的痛快事。有的人一提到南师，觉得那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是文曲星转世，生下来就是一个大觉悟者。其实并非如此。南师年轻的时候跟你们家里那些皮得要命，整天让你头疼的调皮男生没啥两样，甚至比你们的孙子还要倔。南师早年的时候，家里长辈把他送到私塾里去读书，他对那些文绉绉的四书五经根本没兴趣，坐在板凳上屁股像长了虫一样扭来扭去。他喜欢干嘛？他喜欢练武术。后来他为了练真功夫还专门跑到国术馆去拜师学武。你们要知道，练武术的人心气都极高，那可不是现在公园里阿公阿嬷比划的太极操，那是实打实的硬功夫，那是每天要流大汗，扎马步扎到双腿发抖，还要挨师傅棍子打的。所以南师打小的底子就是一个阳刚之气非常重、脾气非常硬挺的人。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一开始就慈眉善目的？到了1937年，南师考进了当时的中央军校，也就是在那边，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地方，他才碰到了真正的高人，像袁焕先老先生，还有赫赫有名的虚云老和尚。这一碰就像是火星撞地球，算是彻底点醒了他。这好几年的时间过去，南师在军队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看尽了人世间的生生死死。他突然觉得，在红尘里这么打滚，争名夺利，做个大官，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人这一辈子满打满算也就是3万多天，眼睛一闭一睁，一辈子就过去了。我总得搞明白我这个人到底是从哪来的，死了以后又要到哪去吧。所以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他把官辞了，大好前程的铁饭碗不要了，跑到峨眉山上去闭关。他在佛前发下毒誓，我今天就算死在这个山上，我也要弄明白这宇宙人生的真谛。各位乡亲，你们以为闭关很好玩吗？你以为是去住高级度假村、住民宿啊？你们自己摸着良心想想，周末下大雨，让你们在家一天不出门，没有电视看，没有手机滑，没有老朋友陪你去李明中心打8圈，还要让你们把2条腿盘起来坐在那一动不动。我敢说不到2个小时，你们一天下来骨头都散架了，心里烦得都要拿头去撞墙了，对不对？南师在峨眉山闭关的时候，那是真吃苦啊，青灯古佛，冷风狂吹，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就是面对着一堵冷冰冰的墙壁。你的脑子里过去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像放电影一样疯狂地往外冒，那种孤独，那种身体上的酸痛，没有大毅力的人3天都撑不下去。更刺激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到了1945年，南师在峨眉山闭关修得正入佳境的时候，突然接到山下朋友送来的一个密报，说有仇家要暗算他，要派人上山来害他性命。各位，这要是换了我们普通人，可能就吓破胆了，马上跪在佛像面前痛哭流涕。菩萨我天天给你烧香拜佛，
给你添香油钱，你怎么不保佑我啊？你怎么让小人来陷害我啊？然后连滚带爬的逃下山。但南师是怎么做的？你们仔细听好，这才叫宗师的气魄。他接到密报，二话不说，连夜收拾行囊跑到成都，接着又跑到五通桥。你以为他逃命去了就放弃了？没有，他跑到五通桥安顿下来之后，门一关，继续闭关3年。这叫什么？这叫咬定青山不放松。天塌下来，有人拿枪指着我的脑袋，我也得把这功夫练成。我的命可以丢，但我求道的路绝对不能断。南师后来到了台湾，在大学里当教授，出了那么多书，成了修行界泰山北斗一样的大宗师。他经常在讲台上拿自己当年这些糗事、这些苦难当反面教材来教导底下的学生。他曾经跟底下的人掏心窝子说，讲得非常实在。他说，你们别看我今天坐在这里仙风道骨的给你们讲课，我刚开始打坐修行的时候跟你们一模一样，那叫一个心猿意马，脑子里一忽而想东，一忽而想西，想当年吃过的一碗俏肉饭，想哪个仇人骂过我，坐久了2条腿酸麻胀痛，烦躁的我连佛祖都想骂。所以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听人家说打坐身体好，跑去练，练了3天腿痛了受不了，转头就跑去摸8圈呢？因为熬不住啊，因为身体里的业障太重啦。南师曾警告大家，你得坚持，你必须把修行、把打坐、静心当成你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一样雷打不动的习惯。你一开始肯定痛苦，但时间久了，你熬过那个极点，身体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再过一阵子，你会突然发现，咦，不仅你的脾气变柔和了，你这副血肉之躯，你这个肉身子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各位注意了，这时候最吓人的事情就要来了。很多人一遇到身体开始发生这种变化，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叫救护车往急诊跑，以为自己中风了或者走火入魔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南师在他的书里面特别清清楚楚地写到过一段他自己的真实经历。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听好，修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这一副血肉之躯一定会发生极其强烈的变化，你千万不要怕。发生什么变化？南师说，这时候你闭着眼睛坐在那里，身体会突然之间变得极其发涩，极其发僵。僵硬到什么程度？你想把手拿开去抓个痒，拿不动；你想把盘着的脚伸直，伸不了。你整个人就像是一块在冷冻库里冻了3天3夜的石头，又硬又冷。这时候就算是一张薄薄的卫生纸掉在你的肩膀上，你都觉得好像被一座大山压住一样，重的根本招架不住。各位，你们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心里直发毛？是不是觉得，哎呦，这修行怎么这么可怕？好，今天我就用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最正统的中医道理，给你们明明白白的讲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懂了里面的运作原理，你以后遇到就不慌了。你们闭上眼睛仔细想一想，我们这副身体活到了50-60岁，这大半辈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吃了50-60年的五谷杂粮，大鱼大肉，还吃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剂。不仅如此，你们还生了50-60年的闷气，跟老公吵架，跟婆婆斗气，为儿子买房操心，对不对？这些东西日积月累，加上你们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保暖，冷气直吹，喝冰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身体里的经络，你的血管早就变成什么样了？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像你们家厨房那个用了30年从来没有请人疏通过的下水道，里面全都是厚厚的油垢，黏糊糊的垃圾，阴冷的寒气，还有中医讲的死血淤血。平常你乱动乱跑，整天为了生活奔波，你的心是散乱的，你身体的能量也是分散的。所以你不觉得，你只会觉得，哎呀，我怎么最近容易累啊？去大医院照个磁振造影，抽个血，医生又说一切正常，因为那个垃圾还只是贴在管壁上，没有彻底毒死。但是现在你开始修行了，你静下来了，你打坐了，你的心念一旦专一，你把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全放下了，这时候你体内的真气就开始发动了。这股真气就像是消防队用的那种超强力的高压水柱，它一发动就要强行去冲开你那些堵塞了几十年的经络。你们想想看，高压水柱打在那个塞满油垢的死巷子里，过不去啊，憋在那里了，气血不断的往上撞击，你的肌肉
你的关节就会极度充血、极度紧张，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发僵、发麻、发木，甚至会抽痛。这就好像一个生锈了几十年的齿轮，你非要通上电让它运转，它突然卡死在那边一样。很多一般大众不懂我们中医这套气血运作的原理啊，一打坐一静心，遇到这种情况，心里立马慌了，魂都飞了。各位，你这一慌一叫，你的心神瞬间就散掉了。心念一散，原本正在帮你冲关的真气气血瞬间逆流。本来是老天爷在帮你通水管的大好事，被你这么一下，反而真弄出经络错乱的病来了。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所以你们看看南师是怎么面对这种恐怖状态的。他的原话说的极其霸气，他说我不怕，因为我知道肯定会这样，这就是我一心不乱专心致志修行的结果，这是气冲病灶的必然现象。南师希望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能明白一个极其深刻极其残酷的道理，这也是所有修行所有改命的核心。你必须要看破生死。什么叫看破生死？南师说的极其透彻，要想成活必先死脱。我本来就是一个满身业障的凡夫俗子，我现在走上了修行这条路，我就随时准备殉道当神仙。我不死掉那个旧的充满病痛的自己，我怎么可能活出一个新的通透的自己？你们听听，这就是大宗师的气魄。他把这副肉身当成什么了？当成一个破烂不堪的旧旅馆。现在你体内的真气正在给你这间旧旅馆搞内部装潢，他在敲墙，他在钻洞，他在撬地板。在施工的过程中肯定会灰尘漫天，肯定会痛苦，肯定会让你觉得身体僵硬摇晃，甚至酸，痛得掉眼泪。但是你能因为害怕敲墙的声音，因为害怕这点痛，就不让工人们施工了吗？那你的旅馆一辈子都是个漏水发臭的破房子。南师为了追求宇宙的真理，根本不管身体是不是僵硬的，是不是遇到危险了，人家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区区一个经络不通的酸痛。这其实就是佛家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不要执着于这副臭皮囊。那些真正的高僧大德，像虚云老和尚，像南师这样的人，早就把世俗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们修行绝对不是为了像个乌龟王八一样缩在壳里活个1000岁，他们是为了弄明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就像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只要让我弄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理，晚上你让我去死，我都心甘情愿，满脸含笑。你们各位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平时稍微刮个风，下个毛毛雨，膝盖稍微酸了一下，就吓得面如土色，赶紧跑去骨科诊所，医生啊，快给我打个类固醇，快给我开点强效止痛药。遇到一点点身体的不舒服，一点点好转反应的排毒，就觉得天塌下来了，到处求神拜佛保平安。我跟你们讲，带着这种贪生怕死趋吉避凶的脆弱心态，你怎么可能修得出真功夫？你怎么可能彻底改变你下半辈子的命运？各位乡亲，你们要记住，修行的道路在最高处全都是相通的。不管你是修道家讲的气脉柔和、性命双修，还是佛家讲的四大皆空、明心见性，它在你的肉身上其实就是一个极其科学的化掉旧的你，重塑一个新的你的物理过程和心理过程。当你咬着牙扛过了这种石头一样的僵硬，当你放下了恐惧，不管身体怎么痛，你都不放弃，继续咬牙坚持做下去，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你的身体就会迎来真正的脱胎换骨。我告诉你，那种身体的通透感绝对不是你花几十万去买什么冬虫夏草，吃什么顶级燕窝人参能比得上的。老天爷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这种有大勇气的修行人的。我们中医讲气推血行，当你跨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极点阶段，你体内的真气就彻底冲破了阻碍，它把你全身上下几十年积攒下来的那些发臭的生锈的经络下水道，轰的一声全给打通了。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迎来真正的6大脱胎换骨。这6面照妖镜现在我就全部亮给你们看。你想知道自己平时念经打坐到底有没有练出真功夫，皮囊是绝对骗不了人的。各位仔细听好了，以后啊，你们去外面想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修行，是不是什么真大师，你千万别看他穿什么名贵的袈裟，你也别看他把那个道场佛堂盖得多气派多金碧辉煌，那些都是给人看的表面功夫。
只要有钱，谁都能搞得出来。你要看什么，你就拿我今天讲的这6大标准，6面照妖镜去套它，它到底有没有真功夫？它这副皮囊，这副肉身绝对骗不了人。第一大变化，排毒与纯阳之体。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刚开始练气功、打坐，或者刚开始去道场静心修行的时候，身体是不是特别差？去医院做个全身健检，哎呦，报告拿出来，红字一大堆，不是肺里面有个结节，就是肝指数超标，要么就是血压高、血脂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身体里全是毒啊。讲白一点，这个毒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寒气、湿气、淤血，还有你这大半辈子在家里、在公司里生闷气结下来的毒素，全堵在里面了。当你的修行上了一个台阶，你熬过了那个最痛苦的气冲病灶期，真气开始运转了，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吗？很多人会突然发现自己怎么变得这么脏啊，皮肤毛孔里会经常排泄出那种黏糊糊、油腻腻的东西，甚至带点极其难闻的腥臭味、馊味。我以前看诊的时候，就有那种在家里打坐念佛的欧巴桑，吓得跑来找我，老师啊，不得了啦，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皮肤癌、什么绝症啊？我每天洗2次澡，怎么身上还是一股馊味啊？连我孙子都不敢抱我了。我一听，高兴地拍着桌子跟他说，恭喜你啊，你这是赚大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好比你们家厨房那个用了20年的抽油烟机，里面全是一层厚厚的抠都抠不下来的黑油垢，平时它卡在那里干巴巴的，你不觉得现在你修行的真气就像是一瓶超强力的去污剂、化油剂喷上去了，把这些陈年老垢全给化开了，变成黑水，顺着你的毛孔往外排啊。等这段排毒期熬过去，你体内的杂质被清空了，你就会修出我们讲的纯阳之体。这时候你再看你的身体，那真的是大变样。你的皮肤会变得极其干净，甚至会泛着一层健康透亮的光泽，排出来的汗水不再是黏糊糊、臭烘烘的了，质地变得跟清水差不多，身上也没有那种难闻的汗酸味，更不会觉得浑身发痒不舒服。你再摸摸你的肌肉，你们看看外面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天天在菜市场跟人为了2块钱吵架的恶魔，或者在公司里勾心斗角的年轻人，你过去捏捏他的肩膀，哎呦，僵硬的像块铁板一样。为什么？紧张啊，气血全堵在上面，下不来。但是真修行的人呢，他一放松下来，身上的肉摸过去像棉花，像婴儿一样柔软，可他一旦发力，那肌肉瞬间就变得像金刚石一样坚硬，这就叫真功夫。你的毒素排干净了，肌肉纤维变直了，恢复了老天爷刚生下你时候的那种极佳的弹性。第2大变化，关节的噼啪响。各位，你们平时是不是一到刮风下雨的阴雨天就觉得膝盖酸、腰椎痛，脖子随便转下还咔咔响？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关节缝隙里全是被没有化解掉的死水和寒气，把你的关节冻得僵硬发涩了。当你的修行境界往上提的时候，这股强大的真气就要开始给你冲刷关节了。这个过程就跟给一辆丢在院子里淋了10年雨、生满铁锈的老旧脚踏车链条上润滑油是一模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很漫长，也很难熬，因为真气要硬生生的把你那些僵死卡住的骨节给撑开，通常是从你的脊椎开始，慢慢延伸到你的后背、肩膀、颈椎，最后到四肢。这段时间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会觉得关节发胀，好像骨头缝里面有个小老鼠，有个什么活物在往外拱一样，撑得你发酸发胀，总想伸个懒腰或者扭动一下。这时候你只要稍微顺势活动一下，你的骨头就会发出响声。各位，这可不是你们得了什么严重的关节炎、骨头摩擦骨体的声音，千万别急着去吃止痛药，这是真气把你骨头缝里的邪风和死水硬生生给逼出来了。等这一阵声音慢慢消失了，你的关节就已经被彻底拉开润滑好了。这时候你再动动手脚，你会觉得无比的轻灵圆满，稍微一发力，那股力气就像通了电一样，直接从骨髓深处穿到你的手指尖和脚趾间。第3大变化，身体的空与轻。我们年纪大了，平时去全联买点菜，提着2袋东西走2步，就觉得2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要在路边喘半天，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体内的气血不通，
死气沉沉的，你被地球的磁场地心引力给死死吸住了。当你的经络被真气拓宽了，气脉彻底顺畅了，这时候会出现一种极其奇妙的体验，你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变轻了，甚至感觉身体变空了，走在路上感觉脚下生风，好像随时能飘起来一样，爬5楼都不带喘气的。打坐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手脚的重量了。这其实是我们大脑的一种极其高级的反应。当你的经络完全通透，气血运行没有任何阻力的时候，你大脑接收到了那些沉重疲劳的痛苦信号就彻底消失了。这就叫脱胎换骨。第4大变化，音色和音调变了。各位，你们去听听真正修行有成的人说话，他的声音是会彻底改变的。因为经过真气的滋养，他全身的器官都软化了，发声的器官也跟着重获新生。普通人生气的时候，那是扯着破锣嗓子在干嚎，刺耳得很。而真正的高人说话，是用丹田的气在拖着声音往外送，他的声音听起来会变得极其柔和、浑厚，充满滋润感，而且带着一种强大的磁性。你听他说话，就像听庙里敲响的铜钟一样，嗡嗡嗡的，这就叫声如洪钟，润物无声。这种声音是有治愈能量的，你听了心里就会觉得特别安定。第5大变化，脑子清明。人老了最怕什么？怕失智，怕忘东忘西啊。随着修行层次的提高，真气源源不断的顺着你背后的督脉冲上你的头顶，去滋养你的脑髓。那块本来快要生锈、快要萎缩的木头脑袋被彻底盘活了。你会发现你的精气神变得异常充沛，别人下午2、3点困得直打哈欠，要喝2杯黑咖啡才能睁开眼，你却一天到晚头脑清醒，记忆力不衰退，遇事不再容易钻牛角尖，看问题一眼就能看到本质，这就叫神明清朗。第6大变化，骨骼返老还童。我们普通成年人越老骨质越疏松，摔一跤骨头就断了。但是当你全身气脉打通之后，你的骨质会发生逆转，骨头里面的骨髓开始重新充盈，胶体成分大幅度增加，你的骨头会变得越来越有韧性，抗打击能力极强，这就叫真正的脱胎换骨，连骨头的本质都给你换掉了。但是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修行绝对不是让你每天坐在那里发呆，它是一门实打实的生命改造工程。可是你光身体好有用吗？你把身体练得像个金刚罗汉一样壮，结果脾气比牛还倔，出门去菜市场买个菜就跟邻居吵架，回家就骂老婆孩子，这叫什么？这叫地痞流氓身体好，这能叫修行人吗？修行修了这副皮囊，最难最要命也最关键的一关还要修心。你的脾气如果不改，你把身体练得再好，老天爷分分钟把你的福报收回去。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讲讲修行路上的3道鬼门关，看看你们的脾气是怎么把你们积攒半辈子的福报一把火给烧个精光的。各位乡亲啊，我算命看风水这么多年，看过的三教九流太多了，我见过太多的人每天早上5点钟爬起来跑到公园里去练气功，把身体练得像头水牛一样壮，结果呢，一去菜市场买菜，为了2块钱跟卖菜的恶魔吵得脸红脖子粗，一回到家看到孙子作业没写完，气得把桌子拍得震天响，骂老婆打孩子。这种人就算老天爷保佑他活到120岁，他也只是个身体健康的流氓，根本不配叫修行人。真正的修行最难的从来不是你盘着腿在那边打坐熬时间，最难的是熬你的心。脾气如果不改，你每天在那边打坐念经，就等于是在沙子上建高楼，风一吹全垮了。今天我就给大家点破修行路上的3道鬼门关，你们自己对号入座，看看你们的福报是怎么被你们的臭脾气一把火给烧光的。第一关，修出清净心。我们很多50、60岁的阿公阿嬷辛苦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了，儿女也不在身边了，每天干嘛？跑去佛堂里念经，跑去道场里做义工，嘴里念叨着心静则佛土静。可是各位，他闭着眼睛坐在蒲团上，脑子里到底在盘算什么？他心里在那里嘀咕，哎呦，我那个40岁的儿子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今年到底能不能升个经理啊？我那个30岁的女儿怎么还不赶紧交个男朋友结婚啊？哎呀，昨天隔壁老王去全联买了高丽菜，
怎么比我买的便宜10块钱啊？真是亏大了。各位，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身在佛堂，心在菜市场。你人在念经，你的心还在跟别人算计那10块钱。佛家讲心静则智慧生。为什么你们活到了60岁还是觉得这么苦这么累，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你们的心一直在往外跑，一直在往外跳啊。真正修出清净心的高人是什么样？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完完全全就活在当下。今天中午这碗白米饭我吃得香甜，今天晚上这张床我睡得安稳，看淡了名利，懂得了知足，你这才算是走在修行的康庄大道上了。第二关，灭掉无明火。很多经常跑道场跑庙里的师兄师姐，平时看着慈眉善目的，见人就阿弥陀佛，结果呢，一遇到稍微不顺心的事，比如骑机车被人按了个喇叭，或者排队被人插了个队，哎呦，那个脾气轰的一下就上来了，简直恨不得把人给吃了。寒山大师是怎么警告我们的？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佛经里更是白纸黑字写着，一念嗔心起，100万障门开。各位乡亲，你们听懂了吗？只要你心里那个恨意，那个看别人不顺眼的火气一窜上来，你这辈子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点福报，瞬间化为乌有。而且你生活里所有的倒霉事，各种乱七八糟的障碍，就像排着队一样，全部找上门来。你以为是老天爷在惩罚你，错，那是你上辈子或者前几年种下的恶因。今天人家趁着你发脾气，磁场最弱的时候来找你收账了而已。真正修行的人怎么做？学人家弥勒佛啊，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不管遇到再坏的人，再气人的事，笑一笑，把负能量全部挡在门外，不抱怨，不记恨，好运自然就会来找你。第三关，敬畏因果。太多人了，每个月初一15跑去庙里买几盘最响的环保鞭炮，提着一篮子大香蕉，几颗苹果，扑通一声跪在菩萨面前，菩萨啊，保佑我今年股票赚钱，保佑我全家平安，保佑我儿子考上台大。各位啊，这叫修行吗？这叫跟神明做买卖啊。你以为菩萨在天上没饭吃，缺你那2根香蕉啊？你拿几百块钱的水果就想换人家菩萨保佑你赚几百万？天下有这么好的生意吗？老祖宗在太上感应篇开篇第一句话就道破了千古真理：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老天爷从来没有在生死簿上规定你今天该倒霉，他今天该享福。你今天得了糖尿病，你今天破大财，你今天家庭不和睦，鸡飞狗跳，全都是你自己以前造的孽，你自己造来的。真正的修行人是打从心眼里敬畏因果，他知道自己今天做的一点一滴，说的一言一语，将来统统都要自己买单。当你知道了你的命运全掌握在你每一次的起心动念里，你才算真正懂了命理，你才能彻底翻转你人生。所以我今天必须要骂醒一些人。很多在道场里在佛堂里的时候，哎呀，是个大善人，是个活菩萨，捐钱出力，对谁都客客气气。可是等他一跨出佛堂的门槛，坐车回到自己家里，脱下鞋子，那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老婆在厨房里忙得满头大汗，炒了几个菜端上桌，他大爷往那一坐，拿起筷子尝了一口汤，脾气轰的就上来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摔，这汤怎么这么咸？我今天在道场里辛辛苦苦修了一天的清净心，一回来就被你这顿饭给毁了。老婆在厨房里忙了一整天，心里也委屈啊，就顶了2句嘴，咸咸你自己煮啊。哎呦，这下可好，他立刻把在道场里学来的那套佛法标准全搬出来教训人了。你看看你，贪嗔痴这么重，一说你就顶嘴。我现在都吃素修行了，你还在桌上给我摆一盘安肉肉，你这是在造杀业，你知道吗？你下辈子要变猪的，你知不知道？各位乡亲，你们看看这种人，他不学佛不修行的时候顶多就是个普通人，结果他一修行，周围的老婆孩子父母全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把学来的佛经学来的戒律当成了一把手电筒，天天不去照自己内心的自私和黑暗，反而拿着手电筒到处去照别人的缺点。这不叫修行，这叫走火入魔，这叫神经病。真正的修行是什么？是把你在道场里佛经上学到的那些高深智慧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你家厨房的琉璃台上，
落实到你客厅的沙发上，落实到你工作的办公桌上。老婆今天煮的汤咸了，你端起碗笑眯眯的喝下去，你心里想，哎呀，老婆今天照顾孩子打扫卫生辛苦了一整天，不小心盐放多了一点，有什么关系，我多喝2杯水就好了嘛。这就叫包容，这就叫慈悲。你到底有没有真功夫？你在外面装得再好，平时的表面功夫根本看不出来，只要一回到家，一遇到逆境，你那个狐狸尾巴马上就露出来了。古人有句话叫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遇到不公平的事，遇到老婆唠叨，心里冒出火气，这很正常，我们都是凡人，这叫念起。但是真正的修行人，他的觉照力非常强，那个骂人的坏念头刚一冒头，他能立刻察觉到，哎呦，我的无明火又上来了，不行，我要闭嘴，并且用理智把它硬生生压下去。这就叫功夫。把心收回来吧，时刻反省自己，把佛法的智慧融入到你的柴米油盐里，融入到你跟老婆孩子的每一次对话里，这才是实打实的真修行。各位啊，今天我话说得很重，你们可能觉得我讲话太难听了，但是你们要懂我的一片苦心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如果不把这些最真实最丑陋的假修行面目给撕开，你们这辈子可能就要在那个泥潭里打滚，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大道理，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可能看完这支影片转头去厨房切个菜剥个蒜就全忘光了。来，今天就好人做到底，就像个管家婆一样。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你们就算别的都忘了，把下面这几句话给我死死印在脑子里。第一，千万别犯这几个假修行的致命禁忌，绝对不要拿那几根香蕉几百块的香油钱去跟菩萨做生意，老天爷不缺你那点东西，老天爷要的是你的真心。绝对不要把道场当成秀场，不要在外面装成活菩萨，一回到家面对老婆孩子就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阎罗王，你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包容不了，你还修个什么道？遇到逆境绝对不要发无明火，别人骂你一句你笑一笑就过去了，你只要一发脾气，你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点福报瞬间就被你这把无明火烧得一干二净。第二，到底该怎么练这救命的绝招？第一招，身体上的痛你要给我死死熬得住。打坐静心的时候，气冲病灶，骨头酸，身体僵，肌肉痛，这都是老天爷在帮你通下水道，你扛过去了，你就能脱胎换骨，迎来纯阳之体。第二招，把厨房和客厅当成你这辈子最大的道场，别整天往深山林内跑了，你把家里的婆媳关系搞好，把你老婆的牢骚听完，在柴米油盐的生活里把你的贪嗔痴给死死按下去，你就是这个世间真正的活菩萨。各位，最后我要把最核心最顶级的天机毫无保留的送给你们，你们竖起耳朵听好，什么是改命？利他才是宇宙间最强大的改命法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自看过的真实案例。曾经有一位做传统产业的林老板跑来找我，他当时公司周转不灵，加上老婆生病，整个人焦头烂额。我后来去他家走了一趟，我发现一个细节，当他生病的老婆端了一盘切好的水果出来，结果林老板看了一眼，眉头一皱，直接就开口抱怨，你是怎么回事？没看到老师在这里，皮都没削干净，拿进去重切。他老婆眼眶一红，低着头就进去了。我当下叹了一口气跟他说，林老板，你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这张嘴巴，还有你这个脾气。我跟他说，你从今天开始只做一件事，把你老婆当成你家里的活菩萨来供养，他端水果给你，你哪怕觉得切得不好，你也要和颜悦色地说一句，老婆辛苦了，谢谢你。如果在家里你连对待为你生儿育女的妻子都不能慈悲，你在外面捐再多香油钱，老天爷也不会把福报赐给你，因为你的德行根本承载不住那些财富。这位林老板也算是有悟性，他真的听进去了，他开始强迫自己修这张嘴，修这个脾气，想骂人的时候硬生生把话咽下去，看到老婆做家事学着去感恩。你们猜怎么着？不过短短半年的时间，他老婆因为心情好了，身体的病痛竟然奇迹似的好了一大半，家里气氛变得和乐融融。而林老板自己因为修心养性，面相整个变得柔和，以前那种凶狠的戾气不见了。他在商场上谈生意，客户觉得他这个人稳重有亲和力，
原本卡关了好几个大案子，竟然顺顺利利的全签下来了。各位，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当你不再整天抱怨老天爷不公平，而是学会对家人多一句体贴，多一个微笑，你每一次的善念就是在你的功德簿上给自己积攒无量的福报。各位，我们今天有缘能相聚在这里，哪怕互不相识，这就已经是结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善缘。现在我请大家做一件事，请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心底最真诚的善言，或者一句祈福。不管你是祝愿你年迈的父母平安健康，还是祝愿你正在打拼的孩子事业顺利，甚至哪怕你只是简单的祝愿一句修心养性，或愿天下无灾无难，国泰民安。当成千上万的人在留言区发出这股最纯粹最善良的意念时，我们就能共同造就一个强大无比的正向磁场。这个磁场不仅能保佑你，更能保佑所有的有缘人。我真心希望每一位朋友，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痛苦，都能趟过这世俗的浑水，不被红尘的烦恼所困。愿您千帆过尽，归来时心如莲花，安宁清净，毫无染污。我们下期再见。